近期，美国宣布多州以及华盛顿特区进入紧急状态，原因是美国最大的成品油管道系统遭到了 DarkSide 的网络组织勒索，迫使他们不得不掐断一条被誉为是美国基础设施大动脉的关键运输管道。美国为此出动了3大情报部门 ：CIA 美国中央情报局、FBI 美国联邦调查局和 NSA 美国国家安全局，全明星阵容可以说是相当有诚意了。对付911也不过如此，所以很多网友就猜测这个事儿跟俄罗斯的关联性很大。所以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第一，美国输油管道大动脉被切断这个事儿影响到底有多大；第二，网友们猜测这个事件跟俄罗斯的关系很大，有没有一定的合理性呢？第三，如果跟俄罗斯有关，它可能的动机是什么呢？咱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美国输油管道大动脉被切断这个事儿影响到底有多大？这条输油管道的供应商叫做科洛尼尔管道运输公司，这个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通过管道把成品油从德克萨斯州输往美国东部和南部市场。它运营着5500英里的油品管道，是美国最大的油品管道运营商，每日输送1亿加仑的油品，每天要从墨西哥湾地区向纽约港以及纽约各主要机场运送多达250万吨的精炼汽油、柴油以及飞机燃料，所以直接影响到美国东部和南部沿岸17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的汽油、柴油、航空煤油和其他成品油的供应，负担着整个美国45%的能源供应。输油管线关闭很可能对成品油和运输市场带来一个涟漪效应，就是一个事物造成的影响会逐渐放大的效应。如果管道14天内恢复运营，市场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因为大多数的输油终端油品库存一般可以满足10到15天的需求。如果它关闭的时间持续2周，不仅会导致美国东岸不得不进口更多来自国外的石油产品，还有可能会导致石油价格上涨，为大宗商品的价格推波助澜，带来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所以说这个事儿绝不是一件小事儿。如果 DarkSide 组织是为钱而来，以承担这么高的犯罪代价为成本，这个买卖确实不划算。所以网友猜测这个事儿跟俄罗斯有关的这种说法也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建立在这个假设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这个事件跟俄罗斯有关联的合理性是什么呢？因为一直以来美国都视俄罗斯为重要的竞争对手，北约最大的威胁，所以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实际上从2012年就开始了。当时在美国众参两院均通过了马格尼茨基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对涉嫌违反人权的俄罗斯人进行签证和经济制裁。2014年2月，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美欧就联手对俄罗斯发起了制裁，涵盖领域包括了金融、贸易、能源和国防等各个方面。从2014年5月开始，美国财政部下的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 OFAC 就开始将俄罗斯的实体和行业划分为2大类，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方案。第一类被纳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对这份清单里的个人和实体进行封锁制裁，就是被冻结资产、禁止入境以及禁止所有交易，同时还可能面临吊销销售美国产品的经营执照、取消出口许可证等处罚。第二类是行业制裁识别清单，因为制裁的都是俄罗斯的经济支柱产业，所以制裁方式比较多，需要根据具体的指令进行限制交易。到了2017年9月份的时候，被纳入这份清单的企业一共有278家，其中包括俄罗斯的天然气工业公司、俄罗斯石油、储蓄银行等等。期间一共颁布了4条制裁指令。第1号制裁令中，受制裁的主要对象是部分俄罗斯银行。美国财政部禁止美国公民向这些银行提供期限超过30天的融资和借贷，还有直接投资。2号制裁令主要针对的是俄罗斯的能源企业，美国财政部禁止向这些企业提供期限超过90天的融资和借贷。3号指令针对的是部分俄罗斯军工企业，融资和借贷的限制更严格，缩减到了30天内。4号限制令中受制裁的对象是部分从事北冰洋石油开发和深水钻探的企业，美国财政部禁止美国公民向这些企业直接或间接的提供货物、服务或者技术。2017年8月，美国又颁布了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法案包括3部分内容，分别为对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的经济制裁，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的部分，包括了10个领域的遏制，其中最重要的4个是原油项目、金融机构、网络安全和出口管道。我们上个视频讲，俄罗斯退出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的原因，就是美国一直以来的金融制裁，以及经常遭到切断它与 SWIFT 系统的联系的恐吓。退球算是俄罗斯面对金融领域制裁做出的回应。以俄罗斯的硬派作风来讲，尤其是在退出当前世界货币体系之后，面对石油领域的制裁就更没有道理忍气吞声了，因为金融制裁会导致俄罗斯的石油公司无法在国际市场上获得金融资金，可谓是扼住了
它的咽喉。如果摆脱了金融领域的制裁，可以想象的下一步必定是解决石油的问题。那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这事儿真跟俄罗斯有关，它可能的动机是什么呢？怎么用这件事儿做文章去解决石油的问题呢？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一共进行了3轮，包括我们刚刚说的2012年的马格尼茨基法案，2017年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还有一个是在2018年8月的管制化学与生物武器与消除战争法案。其中第3轮制裁主要针对的就是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根据复利原则，第3轮制裁具有累积效应，时间越久，潜在的技术滞后、缺乏资金等等，这些制裁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因为从长远来看，制裁可能会危及石油产量的维持和出口管道基础设施的长远发展，最终可能会逐渐将俄罗斯挤出世界石油供给市场，缩小获得出口收入的渠道，破坏国民经济的稳定，以及限制俄罗斯石油类燃料能源出口的能力。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的制裁对俄罗斯的采油工业和炼油工业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俄罗斯拥有巨大的石油储量，但是它的开采和加工的大部分设备都依赖进口。对俄罗斯制裁时，用于采油和炼油的进口设备份额达到了80%。美国制裁主要是禁止其他国家向俄罗斯出口用于在深水、北冰洋或者其他领土以及领土延伸区域内开采页岩油项目的设备、技术和服务，而这个项目很有可能改变整个世界的石油格局。不仅如此，美国的经济制裁对俄罗斯的石油出口还产生了一些间接的影响，它加速了卢布的贬值，并且遏制了俄罗斯整体经济的增长。因为迄今为止，俄罗斯的卢布还不是一个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这就让它不可能像美元一样作为出口本国能源资源的货币。在俄罗斯退出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之前，俄罗斯的石油产品是用美元在世界市场上交易的。这就是为什么石油出口的利润取决于美元和卢布这2种货币的汇率。如果汇率出现波动，甚至可能出现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亏损的情况。由于石油出口收入是俄罗斯财政预算的主要收入项目之一，石油价格如果快速下跌，卢布就会面临大幅贬值，进而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所以像俄罗斯这种严重依赖汇率的经济就会面临整体风险。不过拜登上台之后，以重返巴黎协定为开端，以实现清洁能源经济和零排放为长期目标，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能源外交的出发点。所以他宣布放弃建设连接美国和加拿大的拱心石石油管道，停止这个项目将限制美国从加拿大进口原油的能力。这对俄罗斯来讲倒是一件好消息。再加上美国严格控制国内页岩油气开发，这会进一步削弱美国在化石能源生产方面的优势地位。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的数据，2021年美国页岩油产量是每天740万桶，低于2020年的900万桶。如果美国停止向油气开采、传统燃油交通和炼油行业提供补贴，在还没有完全进入清洁能源时代的情况下，美国国内的化石能源，特别是页岩油气开采将遭受严重的打击而衰退。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扩大进口石油和天然气，而俄罗斯将成为主要供应国。目前俄罗斯已经是美国第2大原油进口来源国，仅排在加拿大之后。俄罗斯希望通过参与与委内瑞拉的油气开采，并且经过中间商出口到美国，以及在冬季增加美国对天然气的供应。目前俄罗斯的天然气已经通过大西洋向美国东海岸供应，也就是受本次管道关闭事件影响的地区。未来在开发北极航道的情况下，向美国西海岸的加州和旧金山供应也存在可能。所以如果美国撤销对俄罗斯的石油制裁，允许其他国家向俄罗斯出口用于在深水、北冰洋开采页岩油项目的设备、技术和服务的话，俄罗斯就可以在美国出现类似石油安全事件后，全方位的保障美国的石油供应。但是这些都只是猜测。不过可以确定的事儿有一点，在之前的视频里我们曾经提到过，全世界争夺产业链财富中心的关键就在于网络安全。如今进入5G 物联网时代，万物互联，一旦出现网络安全事故，影响范围之广之大，会给各个国家带来非常严重的损失，而网络安全问题必将成为各国的挑战，全世界关注的中心。